啊，我们到了。不，要进这个 beef。我也要吃 beef。你们的翻译好。你要1还是2？我们在富国岛的第一对儿，海的声音。嘿，那边还有餐厅。不知道它这个辣椒会不会辣啊？越南辣椒是不是？对。我们在富国岛的第一顿来吃越南河粉，想了好久的了。我们点的是双拼2种煮法的牛肉越南粉。越南粉也是想了好久了。但这家没有9层塔，我觉得小鼠已经迫不及待的吃起来了。这家评分很高，很高。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它没有9层塔跟薄荷叶，就折下来放进去那种叶子。这个食量小的人吃不下，太大了。它很清爽，加点醋。我的柠檬呢，在这里加柠檬。我觉得这家应该我还会来吃第2顿。那么多粉吃，今天第一顿就是随便吃一吃，明天带你吃好吃的。这家店是在这个亲吻桥的夜市上，算是游客区的。这边过去1、2，这边就夜市了，这条路。然后加了柠檬果然好吃。刚才一下飞机下大雨，我心情就荡了。他今天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本来阳光明媚，然后突然间他到了富国岛，就马上云厚厚的，然后就看到远方在下大雨。所以我们计划要看这天气来调整。对，而且一下飞机那个空气的湿度啊就爆棚。哎，我觉得这种牛肉像是肥牛，但是它这是新鲜牛，不是肥牛。对，它片的有点像肥牛，然后这个就像瘦肉，那种牛肉的瘦肉，那种片的像肥牛一样的更香。味道怎么样？这家好吃，好吃啊！但我个人觉得越南河粉就几乎都没有不好吃的。我们在广东吃，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就是比较贵，但它这家的调料就比较少了。今天我们到这一家来吃越南家常菜。Hello, 2 person。越南超人气小吃越南煎饼 mắm xeo， 外皮是用米浆加上黄姜粉煎得脆脆的，内馅包着猪肉、虾仁和豆芽，吃法呢也很特别，用生菜包着整个饼，沾点鱼露吃。这么大一个，会怎么吃呢？米纸，加了一坨。这吃的有点狼狈啊。Mình có thể cuốn kèm với bánh tráng cũng được, hoặc là mình cuốn trực tiếp vào trong rau luôn. Nó giòn không cứng anh chị, giòn rơm rớp luôn anh chị, giòn rau ráo luôn á. Khi mình bẻ rất là dễ bể nè, bánh bể ha, giòn mà nó xốp nên cái bánh rất là dễ bể khi mình cuốn nghe nó. 米纸，这么大一个，卷起来，我当这个吃。很难咬开，但是这青菜的味道好不错。这是什么？猜猜看。薄荷。薄荷的味道非常重。吃越南米粉有这个，要把这个菜折一下放进去吃，我就放在米饭里吃。这薄荷味道，吃完咬碎了以后，嘴巴会凉凉的。这个好像不是我平时在阳台种的薄荷，长得不一样。这里面是五花肉、豆芽非常多。我拿完它馅料其实掉了一半。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一定要趁热吃。但酥脆好吃，像米饭好吃。对，因为它汤汁淋到下面去，下面那一半已经软掉了。那我们刚刚点的时候以为是这么大个，就跟碗一样大，结果它端上来就是这么大个。是个越南春卷。
这里面有包虾，还有鸡胸肉跟菜，还有粉，比较清淡口味的红烧肉。我以为它会比较浓稠的味道，就很重口的，结果发现它比较清淡。但这个肉是炖得很烂了，一咬就肥肉部分就化掉了。还有东南亚当然要是空心菜啦，但你会觉得它的空心菜跟泰国的很不一样。泰国是用虾酱炒的，它这个好像就是用黑胡椒，我的咖啡都快融化掉了。咖啡，椰子冰沙还可以，就是这个冰淇淋，我以为它是一个冰淇淋球哈，但是呢，我没想到它是诈骗。它是一个冰的球，上面裹了一层的冰淇淋。这家店的名字，中文名字是叫家常菜。那如果有看到这支影片的越南朋友，这家店的菜算不算是家常菜？我觉得还是蛮精致的。我觉得来越南旅行根本不用担心很少吃青菜，因为它菜上都是青菜。你看桃叔拿着一大盘的盘子吃。精华是它这个肉，它这个肉是腌制过，但是还很嫩，非常嫩，很好吃。今天最好吃的菜，来桃叔，肯定这个呀，就这个一大盘的最好吃。桃叔是觉得这个 pancake 最好吃。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它值不值得5星好评换一瓶饮料？所以我不会要这个。我们之前来看评分不是很高吗？特意找这个。然后发现他有给5星好评加一个照片，有一杯饮料是免费的。我觉得这家店嘛，好吃挺好吃的，因为像这个饼嘛，颇受好评，因为没有吃过在国内。但是其他菜可能就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了，5星好评可能还是差一点的，可以给4.1啊、4.2啊，差不多。那就不要饮料。饮料我们就不要了，就实话实说。按我的话来说，就是还差几分是让它有进步的空间。不能打的。我们今天一共吃了49万。今天晚上我们来吃这一家在地人的海鲜大排档。这家店呢不在日落小镇里，在镇外的主路旁。那这条路都是餐厅，中午这两边街道就很多卖水果的，晚上就是夜市啊、餐厅啊之类的。Hello。来富国岛怎能错过海鲜呢？富国岛的海鲜有小卷，就是带籽的小鱿鱼。咸宁渔村出产的兰花蟹，还有各种少见的海螺、贝壳。但是服务员呢，大多不会英语，所以一般要看食材点餐。这不是鱼的，都是活的，你看，你要吃什么？华山小，我要全部。你嗰條store，跨沙小我要全部，我所以想要小羊鋪。Yes, and you got kicked out. 好。我们刚才是路过这一家，然后发现这家坐满人，我们就进来了。因为这一路都是很多海鲜店，基本上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不会英语的，不会，一句都不会。然后我们都是用手机翻成越南文给他看的。来富国岛第一顿晚餐要吃丰盛一点吗？刚点了1、2、3、4、5、6、7，8个菜啊！8个菜，你100万是吧？100万以上。我猜150万。你猜100万？你来猜150万？100万之内我不太相信能来耶，因为都是活的海鲜嘛。那大海螺犯不犯法？那个应该不是，那个是椰子螺，应该不犯法的。这个名字我可不知道哦，你怎么念啊？这不就是 UT 哈吗？UT哈。这一整串都是扇贝肉，腌制好的扇贝肉，真好吃的。啊，很有韧劲。都有干贝的味道。啊，对对对，不会像我们吃扇贝寿司那个软绵绵的，干贝的味道，它是有点硬硬的 ，QQ 弹弹的。我觉得它这边的海鲜还是挺多花样的，而且品种有很多。
小海兔，富国岛好像盛产这种海兔海螺米。我要沾这个甜辣酱。里面有籽哎，每一个小卷里面都是籽，很脆，很新鲜，而且一点都不腥。这个鱿鱼很好吃，推荐。然后来开大螃蟹，它的螃蟹是直接捆绑以后直接扔下去蒸的，现在还有皮筋。这个兰花蟹，哈哈，蟹肉。很新鲜，的确很甜。这肉也太好剥了吧！这个肉，我刚以为用牙咬的，这个。很适合螃蟹，所以这个螃蟹很甜。下来的。Thank you。摊上的皮皮虾，皮皮虾它是用辣椒炒的，有手掌那么长。皮皮虾是蛮大的，哇，这个也很好剥，你看，我以为要去咬它，这个肉好大。我来蘸一下越南的甜辣酱，好吃好吃。它这海胆酱是用花生去煮的，好香啊！我第一次吃这种海胆哎，就很浓郁的花生酱的味道，一点都不腥。好香。你不是说富国岛生产各种花生？对，富国岛的特产是花生，厚不厚？好多环。它的扇贝也是拿花生去烤的。富国岛它海鲜的做法，就 barbecue 的做法，都是拿花生在上面一起烤。你看它的壳，它的壳下面都是藤壶螺。这螺超好吃。脆吗？很好吃，这么好吃。哇，好烫！小小的壳里竟然藏了这么大大的身体，好脆！对啊。这一盘蛮多的。要卤。知道现在最爱吃什么吗？螃蟹。小卷。我现在最爱吃的是螃蟹，桃叔说他最爱吃的是小卷。第二我爱吃海胆。海胆，海胆是很特别。第三我爱吃螺。扇贝我觉得还是蒜蓉辣酱会更好吃一些。它又上了一道菜，是很大的螺，然后切片炒了空心菜，这个就是螺片，炒螺片，这个螺很厚。它这个螺片很有嚼劲，按桃叔的话来说，就是像在咬牛蹄筋，这样桃叔在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它跟这个螺呢还是有区别，这个螺就特别的脆，就是脆口。我宣布这道菜的油炸完胜它的螺片。但为什么是甜的呢？肉非常饱满。汤鞋，它这个大排档有很多小摊贩会过来推销吃的水果啊、米饼啊。但是没有唱歌的。没有唱歌的。以前我们在芽庄，在香港，每次一吃海鲜，唱歌了就来。皮皮虾也是拿油渣一起炸的，油渣。我屏幕都快放不下啦。桃叔帮我剥的蟹腿，它这旁边的竟然是腌菜哦，腌的胡萝卜，还有腌的黄瓜。那我们还吃了1、2、3、4、5、6、7、8，那也是8样菜哦。135万越南盾。刚才我猜150嘛 ，Thank you。我刚猜150嘛，你猜100嘛，那是不是我更近一点点？很划算啦！我跟你讲，这个其实这个分量，因为我们是第一顿吃丰盛，这分量其实是4个人的分量。我看隔壁的都没有我们这么多的。旁边那一桌直接40万。我们吃太多了，其实。我们现在转战另外一家，这边离刚才煲仔饭大概1公里的地方吃越南米粉。你看哦的饥肠辘辘了，应该有吧？不会又没有吧？它等下也就狗狗。看看今天这家值不值得5星？我们下午找的这家，就是刚刚临时找的这家牛肉粉店，有4.9的高分。
看一下好不好吃。其实我已经好饿了，好饿，我真的好饿。我们第一顿的时候吃那个在接吻桥那边吃的牛肉粉，它就没有这一盒的树叶，不，没有这一盒的蔬菜，还有给了这个丝巾擦手。它这菜单是有中文的。然后刚才老板娘她让我们选米线还是河粉，米线的话就只有这2个米线，然后其他都是河粉类的。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菜单就很好吃哦，看起来不错哦。这碗是炖牛肉汤，已经烤得脆脆的大面包。OK， 他说把面包撕碎了放在这个炖牛肉汤里吃，还有配2个料，柠檬，要把它撕下去。哇，这声音非常脆。然后蘸这个吃，哇，牛肉的味道好重哦，哎，有点像馕哎，会觉得很好吃哦。我觉得来这边吃越南粉，如果还有胃口的话，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法棍炖牛肉，超好吃的。哇，这石锅。Yeah, you put on together. OK， And this one you bin. 直接全部 mix 进去。哇，这锅非常烫，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超烫的。应该是石锅吧，然后外面裹了，一下就熟了。这锅好烫。接着要把粉倒进去，再把这个菜折进去。我觉得这种叶子特别好吃。这是什么？荤菜。豆芽也是可以放的。然后也加柠檬，还有这个黄辣椒。他说这边的 mix 的酱料可以蘸牛肉吃，越南的辣酱，甜辣酱，这是拿来蘸蘸牛肉吃的，好烫。先喝一口汤，这汤好喝，非常清爽。看这个粉。这一碗那个牛肉加法棍，才14块钱。那很便宜，我觉得富国岛的物价都蛮便宜的。这牛肉可以沾酱吃，牛肉。再试一下这个酱，这个就是甜辣酱，越南甜辣酱，它跟大马的甜辣酱还是不一样的。大马的甜辣酱是更辣的。这是9层塔，这一次我没有认错的。我觉得这个菜折进去要在它半生不熟的时候吃，那个味道是最重的。它那个味道我觉得，我觉得好吃。要是有薄荷会更好，没有看到有薄荷，你等一下打包1份。我觉得它这牛肉特别好吃，炖得好入味，很软烂。这个比昨天的五花肉炖的好吃。牛肉太好吃了。它面包要烤得热热熟吃，可能拿回家就软掉了。越南米粉里是有放洋葱的，是这种辣椒，他们是用黄的灯笼辣椒。巨辣！这家店应该是心甘情愿给5分。还给了一杯饮料，这饮料挺贵。这就是我刚以为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汽水，其实要是我每天就这7天内都吃河粉加法棍轮流吃。我不要那么追牛，你就是一个追牛的每次吃到什么好吃的，真的很好吃，我连续几天都可以吃这个。不是真的很好吃啊，就是很对胃口，就像泰国的酸辣排骨汤一样，非常对胃口。酸辣排骨汤现在连吃3天都吃。对，你不要笑，不要笑。那在苏梅岛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续吃了3天。酸辣排骨是又酸又辣，又酸又辣。我还认得。啊，拜拜。哇，买了好多。他打包了好多法棍走啊。说到法棍跟鸡蛋，我也想到我在暹粒的时候，节目在暹粒，我打包了2份法棍。check in 的时候嘛，过安检。安检人员把我法棍给扣了，他说不能进入候机室。我觉得是他肚子饿。它不是水，也不是那个，它就是一个法棍里面加了肉，2个都被扣了。我当时很错愕，因为我买的那个法棍还是全家福，是买的最丰盛的。接吻桥上不是也有法棍吗？
接吻桥上有反过来。日落小镇夜市，我跟你讲闷了，接吻桥上有反过来。但是日落小镇夜市，接吻桥离那边那么远，一个在这一头，一个夜市它在接吻桥的路口。我们骑摩托车回去，一回去那边有个超市那地方，那就是夜市了。好，你赢了，我不说了。然后我们骑到最那边。好了，不说了，我知道了，闭嘴。现在是越南时间4点53分，你让我问我晚餐吃什么，我是真想不到了。都怪这场雨啊！一阵胡子名的大雨，你湿了我的心。没版权。这顿我们一共吃了23万。我们现在排队吃自助餐，结果呢，大家都在排队，都挤在这里了。找位置。隻走係走啊，隻碌結走，嗰邊咪走。应该鳄鱼卷。真的吗？我就要加点鳄鱼了。好。还有寿司。吃的还挺。鲱鱼沙拉。水果。煮的，现煮的。我们的券还可以在这边兑换啤酒。边吃饭还有音乐。这个肉串，我现在周围的旅行团好像都是本地的旅行团，而且都在说越南语。我觉得自助餐东西一多，我就不知道要吃什么。五花肉，干炒出的五花肉，现在也有点凉啊。这个五花肉比我们那天在越南家常菜那边吃的好吃，因为它炸过了，外面有点酥酥的。这么大片的牛肉，我觉得越南可能牛肉非常便宜，到处都是牛肉。这个牛肉虽然是看上去像卤的嘛，但它没有味道。刚刚旁边有一大盆的酱，估计要去加点酱吃，没味道。杂物，这里面是个香茅草，怪不得有那种印尼的风味。是一个布丁，哇！它上面真的是百香果酱，好爽。这个过酸哦。店挺多的。腌菜。现在是12点15分，我几乎都没有位置了，都坐满了，大家都在找位置后面来的。
就很夸张。桃叔的手机也放在桌子上，那个人竟然就坐下来了。就不管你桌子上有没有放东西，只要这个位置上没人，他就可以坐下来。这边做的越南河粉没有外面做的好吃，因为这里的旅行团太多了，所以几乎后面来的每个人都在找位置。然后这边占位置呢，如果你东西只是放在桌子上，比如说放一双筷子或者餐巾纸啊之类的，完全是站不住的，因为会被大家推到旁边去。所以他们的占位置的正确方式呢，是把包放在座位上，代表这个座位是有人的。就秩序太混乱了，人很多，主要是人太多了。这边的菜品是很多，然后品种也很丰富，然后它会时刻补上菜品嘛。但是我个人就觉得，主要是人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那旺季不是都这里排队？淡季的情况下，你想象就这样子，它那边还有一大片没有开放，上面。那应该就是旺季时候开了。对，但是旺季开也不错。我们今天晚上到369来吃海鲜。那天中午我们吃越南河粉的旁边369。在日落小镇的镇外，有不少在地人常去的餐厅，价格嘛也更接地气。上次我们在隔壁的宽欧哈海鲜大排档吃了皮皮虾和兰花蟹，念念不忘。今天路过369，觉得人还蛮多的，就进来了。好多这种蟹脚，呀，这螺是活的，花螺。好的。是吧？这家人还没有对面多，他们都是他的招牌菜。来啦！我们的菜上了一个2串的扇贝肉，这个好像每个店都有这道菜。它旁边点缀的都是空心菜叶，也是很神奇的。我发现这边很多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少一些。这家店也没有上冰块。我打个嗝啊！它配了2个甜辣酱，这个越南甜辣酱我还是觉得挺好吃的。干杯！扇贝肉，它的扇贝肉是有腌过的。我刚刚说我要spicy，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辣是甜辣口的。这是昨天没有吃到的菜，昨天在另外一家店，他没有上，他漏了。这个蟹我一直觉得很像那个正直爱洁蟹的蟹腿，不知道是不是？每家店都有这个蟹腿。我隔壁在庆祝，好多人，好吵。他今天给我开蟹钳的工具了。这个很硬，开始开啊！开。我就看这个很好玩，我就看图了，老早前就想吃这个。爱洁蟹。爱洁蟹是什么？有毒的那种啊。你是不是不会？我眼识也很开啊。啊内，但这个钳不是很大个的啦，它是小小个。你看，我觉得这蟹没有兰花蟹好吃。又上了一道皮皮虾，越南皮皮虾很大只，但是没有仙本那的大，那比我在国内买的要大，比屏幕还长的皮皮虾。开门，开门！好，交给食物处理员桃叔。这家是有配工具的。这么长的剪刀，它是这个样子吗？虾，竹节虾，是竹节虾吗？还是明虾？不知道，这个要先吃。他们海鲜里竟然都有配油渣来炒。对啊。桃叔出品就是精品。虾大不大？这虾有手掌大了，是吧？刚才上了一道花螺，本来是应该是要叫白灼的，结果它拿来炒了，也是跟猪油渣一起炒的。这边是偏爱猪油渣。
但这个花螺还蛮大的，猪油渣花螺我还第一次吃。像我们吃完了全得自己掉。哦，尾巴也吃吗？太大了。我觉得没有昨天那个螺好吃，很硬，好像你用虾鲜的。肉非常的厚实，Q弹新鲜的，是个好虾。来吃海鲜一定要带很多的湿纸巾，因为手都是黏黏的。皮皮虾肉，桃叔出品必是精品。皮皮虾的肉比较没有这个烤虾的肉 Q 弹，海鲜跟夏天就是最适配的。东南亚四季都是夏天。所以来东南亚必吃海鲜嘛，有兰花蟹。直接拉。这很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螃蟹没有昨天那家好，里面都是水耶。今天这螃蟹有点失望了，虽然给我工具了，但是我觉得有点失望。我觉得它这个蟹没有昨天的好，空的。这个鲱鱼沙拉，别看小小一盘，它的配菜这么多，比我脸还大。鲱鱼沙拉就是那个很臭的鲱鱼吗？它是鲱鱼腌过的，对的。臭。鲱鱼沙拉，我不觉得像生的呀？鱼肉配蔬菜这么一堆，然后呢，它还配了一碗酱料，花生、姜、醋。这鲱鱼沙拉里的鱼是生的。富国岛名菜。我觉得这个辣椒酱好好吃。哇，这只虾大不大？超大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岘港吃的那个虾也是非常大。越南的虾还有龙虾，我觉得价格都是很实惠的，而且越南的物价，我个人觉得比泰国要便宜。泰国近几年的物价涨得好多，就我们来护国岛以后，就看到那个物价，觉得哇，泰国的物价好贵啊，越南物价好巴适哦，哈哈，你猜今天要吃多少钱？100左右。我猜130，油炸。都甜辣口，这个油炸在国内单独卖的好贵，油炸是甜口的。看桃叔前面堆了满满的，看我的手。我都带这个湿纸巾，不然真的是很难搞啊。我觉得这个螃蟹腿哈，就是好玩，吃没有兰花蟹好吃。那小小个的，看没了吧？那你就好人做到底，把所有蟹腿都开了吧。所以我们今天吃的117万越南盾。我要总结一下，这家海鲜呢，没有前天我们吃的那个 UT 那家店好吃。那家店那个隔壁啊，在斜对面。为什么呢？他给的螃蟹，我们是点了2只嘛。他给了1只螃蟹，它的蟹腿肉不够饱满，里面都是有水的。虽然花螺很大，但是我觉得螺类要是偏大的话，它又是来炒的，就很硬了。越南吃海鲜的话，要点烤虾，还要点好的兰花蟹，还有那昨天那个小鱿鱼，就里面很多籽的小卷，然后还有昨天吃的那个螺。濑尿虾。濑尿虾其实也 OK 的啦，但是它太大份了。不吃了，已经吃太多。昨天那个螺，那叫什么螺？就很脆的螺。那个小蟹钳，我觉得也可以不点。然后鲱鱼沙拉我也觉得可以不用点，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海水鱼还是淡水鱼，就心里有点怕怕的，因为它是生的嘛。富国岛这条街嘛，不是很多海鲜餐厅吗？它好不好吃是真的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看食客多不多。
因为基本上这边的海鲜餐厅基本都是在地人比较多，在地人要比游客多很多，因为游客基本都在日落小镇那边。吃了2家海鲜餐厅嘛，我优先推荐我们前天吃的那个优天。那今天晚上的海鲜大餐吃完了，然后我们来吃这一家。哇，为什么？来了富国岛必吃的就是这碗在地小吃平 C 搅拌粉。它其实是发源于越南中部的平定省，但到了富国岛后又融入了本地的特色。为什么叫搅拌粉呢？因为汤头本身很清淡，要自己 DIY 调料，再倒进去，用筷子不停地搅一搅，最后才会变成一碗属于你自己的味道。他的意思是说，牛肉虾占比有多少？付完钱他会给个牌子，它上面还有个位置。这家店好像在扬州夜市还有分店哎。有3个店。越南语。不乖，反正就叫这个词，我讲不清楚。我们点的是9万越南盾的海鲜粉，配料超级丰富，有鱼饼、虾饼、小卷，还有牛肉。所有新鲜食材直接淋上热汤就能烫熟。有人评论说这一碗能尝到海洋和陆地的精华，真的是特别贴切的。喝一下原味的汤，它这个原味呢没有加任何调料，有点像花甲汤，还有海鲜的清甜。它这边教嘛要加这个酱料进去，它就会有酸辣甜。就我后面的图，就这个图，它有教怎么吃，就先加入盐巴、味精跟糖，然后再挤柠檬进去就有酸味了，最后加上辣椒就有辣的刺激感。加进去后，这碗清淡的海鲜汤就会变成重口的越南版海鲜粉了。其实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我估计等我加上去会很咸，因为它这个口味是取决于你拿多少料的口味，那调料是自己调的，我已经全加了，有点草率了，盐巴加多了，有点咸，柠檬可以多加一点。我帮你倒的时候我都来不及阻止你。它这个虾的虾肉成分应该是至少有90%吧，因为它是裹着虾泥再往一边划过去，然后再用水直接浇的。里面还有吃到脆的虾肉。这个粉跟越南河粉非常不一样的口感，就是海鲜粉，就是海饺人。它这个比海饺人的口味要重，鱿鱼。有那么多鱿鱼？我是没咬过。我没有，我不是。鱼饼。有刺。对啊，有刺。这个是鱼饼哎，里面还有一点点小刺，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哇，好大肠！它店门口有烧烤摊。不是店铺，是外面。家人在外面。我觉得烧烤有点一般，粉是 OK 的。它这个粉就是主打吃的是个鲜。来富国岛是一定要吃海鲜的，富国岛的小卷还有螃蟹，就是咸宁蟹都是很有名的。小馆，但是应该叫它小馆还是叫它小卷？现在1点半了，这家店还是很多人，就是富国岛的在地游客也非常多，而且多于中国人。多于中国人也多于韩国人。最多的就本地人。而且他们都是组团来的，非常多人。一大家人。就是中部嘛，我们刚刚坐车过来，给我的初印象，很多小的矮的那种铁皮盖的房子。一出了日落小镇以后，就进入一个越南很 local 的感觉了。这边的狗也比南部要多很多。刚才来已经看到4条到5条狗了。我觉得这个粉哈，主打的是它的制作过程比较特别，比较具有越南特色。但是它的味道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加那调料，就是常见的那种海鲜粉。虽然这个海鲜粉的配料也是很丰富的，但是它少了灵魂的蔬菜，我个人觉得比较小遗憾的地方。那这一顿我们就吃完了。下午下大雨，哪也没去。富国岛的雨季就是这么绝。晚上来吃一家评分还蛮高的烤肉店。他们家有中文菜单，我们点了特色的牛肉拼盘套餐，包含了牛里脊、牛肋排、牛肉串、牛腩和蔬菜拼盘。他在这边有人帮忙
己烤的，挺好的。你也要我自己烤，肯定烤不了那么大一块肉。哇，好大一块！再配青菜。它每块肉都好大。腌制过的吗？腌的有点腌的。排骨，这是一整块的排骨，虽然腌制过，味道不是很重，加点它这个黑胡椒酱。你说它这个是哪里的牛？西宁省。西宁省的小牛。这是地瓜叶吧？是地瓜叶，地瓜叶能生起来？不是地瓜叶，还有股味道。黑胡椒叶。它有鱼腥草的味道，味道我不能接受。秋葵，它一直蹭我，我快疯掉了。其实这一块肉可能我们2个吃的都饱了。为什么这排骨我咬不动啊？这排骨我咬不动。哇，好有烟。终于烤完了，刚才烟，然后整个脸都烤焦掉了，好烫好烫，因为它这边是炭烤的，边烤边吃，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烤串的肉有点硬。这个是鱼腥草，鱼腥草，应该是吧？我查的是。肯定是因为我吃起来就是一股，就是养鱼的那个水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蘑菇，不是蘑菇，就菌类。我刚才生吃了一口，我以为是香蕉心或者香蕉花之类的，是有点涩涩的，一点点甜。我刚才问他是不是要烤，他说不用，直接生吃。现在我很担心我吃了会不会见小人，很不像哈。他说是菇，怎么这么麻子？还是这个薄荷叶好吃。待会儿要不要吃席了都？是谁的席？是我要吃席最好。牛小排是最好吃的，但是有一点，它要是烤得太老，我根本咬不动。跟菜我有一块就咬不动。他们烤蔬菜哈，总是喜欢烤的黑椒边，黑椒边。这就是我想讲的。就说这个人是一个学徒。哦，这样子吗？你没注意到吗？他过来教他烤，他连肉怎么切都不知道，也可能第一天上班。那应该都烤熟了吧？熟是熟了，因为它烤过熟了，知道吧？他这家除了吃烤肉，还有吃披萨、吃意大利面，就比较综合的一家餐厅。还有烤蒜，你看屁股都烤黑了。这个甜椒本来是很好吃的，但是也是烤黑边。他们那小孩哭得好伤心啊。这家店我觉得一般般，我也吃不出来它的肉质有更优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它切得太厚了。可能这人烤得不太好。No, thank you. 我们现在去杨东夜市逛一逛。不过我要说一下，它这边的肉真的烤得好硬啊！那个小妹妹烤的实在太硬了，我都嚼不动了。哎呦！没想到我们1分钟就到了，然后我以为要10几分钟，结果1分钟就到了这家店。Hello, 2 person。我们outside吧哈。这得找个好位置，不然就聚散。我说这没有人吧？这就是山顶的景色，在这个下面是酒吧，晚上。其实它这山不是很高，像半山腰那个样子。这有3倍价。sandwich， 我觉得很多人是来这边点一杯饮料的。我们不要吃午饭吗？我们要点一杯饮料吗？他说法棍要155K，蛮贵的。他这边没有披萨，本来我们上来是吃披萨的。这景色河路，它没有音乐啊，它音乐也不放几首，放个越南鼓也不错啊。Yes, chapter。桃酥的这一杯是热带水果，
下面是芒果凤梨的奶昔，下面是火龙果和芒果碎。我这一杯呢是avocado 牛油果，这个是牛油果的奶昔，上面是一个 coconut 的 ice cream， 然后还有巧克力。我觉得牛油果跟巧克力好像是固定搭配了，我们从巴厘岛喝过来都是这种固定搭配。我这杯有点苦，它不甜。为了拍照，上面的雪顶已经融光了。真的是用牛油果炸的，因为它牛油果的味道很重，有牛油果涩涩的味道，这个甜度刚刚好。我还以为它的，因为在这边喝咖啡，我觉得偏甜嘛，但现在估计都已经进步了，都是无糖的，健康养生。哎，你那比我好喝，它的奶昔很丝滑，吃不到那种渣渣的碎饼。我本来以为说这边应该会太阳很大，这下面会很多人，我需要找一个位置比较困难，但是比想象中要好很多。看到很多人说要来富国岛的山顶坝喝东西吃饭嘛，然后搜出来都是有2家。其实呢，他们是一家，都不用纠结要去哪一家，你们上来就对了，因为他们2家是连着的，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吃的东西我感觉是偏少，而且价格也是偏贵的。但是喝饮料是 OK 的，因为毕竟这边坐的蛮舒服的，又有风吹过来，又可以对着海。下面今天是根本没有人，因为可能是晚上 club， 主要是它没有音乐，没有氛围感。下面还有位置。它还有房间哎，空调房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我还以为这个是有税跟服务费的，但是菜单上的单价已经显示了税跟服务费，然后2个加起来是23万。Hello， 我们已经转场了，现在到这个 The Home 披萨。这家店呢是我们看一个越南的旅行博主介绍的，说这家的披萨特别好吃，它是越南跟意大利融合的一个披萨，一个菜系。谷歌地图上有3551条评价，并且是4.7的高分。The Home Let's Go Home Home。蒜跟这个汤，哇，好多人。Hello。OK，nice，thank you。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这边越南跟意大利结合的，但是这怎么是鸭子啊？这还用米来做呢 ，baby crab。哇，这还有全香料的。我不搞定。这个是虾的 sashimi， 它这个 fish sauce ice cream， 我理解为是鱼露冰淇淋，有点 local 了。干杯，富国岛快乐。这就是炒米粉吗 ？Thank you。这是一个猪耳朵披萨，大家有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呢。这是小刀开辟。这句话不能说，这句话不能，这句话跟这个餐厅的氛围感不搭嘎。这多少寸呢？我感觉很大，它是薄底的。神奇的越南披萨，哈哈，大吃一口。这是非常 local 的披萨了。这个味道太独特了。有点要加一下。酸辣甜口的，味道太独特了。这个味道跟我昨天吃小卷米粉它的蘸酱是很像的，非常类似。它上面铺了香菜，还有柠檬香茅，然后辣椒圈，然后再撒了那些辣椒籽跟糖。它只是撒了一些米粉跟芝士粉，它本身是没有芝士的。这个饼比我们在家里吃10寸还大，做的多也很脆，有嚼劲，它就嘎吱嘎吱的。你最爱吃这个？对，这家披萨店，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下，这个口味实在是太 local 太独特了。来，心跳。跟我做的都跟我讲你好了。吃这么 local 的披萨，当然要讲很 local 的话了。这绝对是富国岛的人参披萨，强推强推。我都觉得我应该会来第2次哎，大哥，要卷着吃，有点像他们那个卷饼，不然会撒的到处都是内馅。大吃一口。我这几天吃东西的排名，它要排到越南河粉的第2名了，超越了海鲜，超越了烤肉，超越了法棍。第1名当然是越南河粉了，我问。那天那个直播啊。这个猪耳朵单独吃的话，没有那么惊艳，一定要配上它的饼皮、香菜，还有 lemongrass， 要卷起来吃，才有那种惊艳的感觉。所以在越南吃东西的精髓就是
各种卷，万物皆可卷，是不是？万物皆可卷。这是他们的路边小吃，那种饼也是卷着吃的，还有越南春卷。你看，这都是柠檬草 （lemongrass）， 它这 lemongrass 的味道没有那么重。没有，我都会吃的。我一开始吃还挺惊喜的，但是嚼到后面的时候，就做的多，我已经有点嚼累了。你看，因为这个到后面时间太久了，这个饼底已经被泡烂掉、泡软掉了，湿湿的了，不够脆了。我觉得应该可以双拼，比如说拼一份越南 local 的披萨，再拼一份传统的披萨，这样子的口味会更丰富一些。一直吃这个猪耳朵，我就感觉好像味道有点单调了。我们这一餐一共吃了36万越南盾。Hello， 大家，我是文文。我们今天要出发咸宁渔村去吃海鲜。咸宁渔村位于护国岛的东海岸，一个靠打鱼为生的传统渔村。村口最显眼的地标就是印着兰花蟹的大招牌。因为是咸宁渔村的特产，所以咸宁的花蟹又获得了越南官方认证，叫做咸宁蟹。这一段的风特别大，而且好多沙，可能要带一个围脖，还有戴这个袖套，不然那个沙打在身上有点疼。过了一个桥，哇哦，渔村，我们已经到咸宁渔村了。咸宁渔村的海鲜大排档基本都在海边，我们也没有明确的餐厅，打算逛一逛，看哪家人多就去哪家。这风太大了，然后你看我的发型已经完全没了。Yes， 你好，你好。它这里的店呢都是靠海的这种的，海上高脚屋。现在是退潮，但是这边真的有点难找，一定要看地图点一下，然后找它的路。你选海鲜，然后告诉他煮法。How much this one? Just the one. How much? 1 kilo 700. Is it alive? 活的。哦 ，OK。现在50 gram。我们11点多到的，估计还太早，没什么客人。店家英语也不好，沟通全靠手机翻译和图片。250. 哦，250。你上次吃的是这个 Half kilo.？How much? 1 kilo 1 million and 700. 在目前看来，它这个价格比我们在南部那个海鲜餐厅吃的有一点贵耶。好多小螺，这么多？这边还大螺呢，就说明这边的螺类特别多。可能他都这边。直接挖了吗？给你了。我会跑来这边吃的，也是对海鲜是真爱了，然后觉得这边比较新奇一些。你们辣椒酱。订了一个青蟹，他说这个 good。我们在沙捞越也是这种蟹吧，也是青蟹，挺大的。我刚才说这就是 girl， 沉浸式吃烤带子，昨天在轮船上吃，觉得特别好吃，然后今天又来点，它的壳都烤得很脆，而且越南烤就是用花生来烤的，特别香。我觉得应该油也是用黄油或者用花生油。它其实已经分离了，只是拿这个壳做托盘而已，一口饭。你觉得长江好吃，这也好吃，味道一模一样。我觉得他们有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吃了好几个螺，还是这个螺最好吃。那我们这次已经解锁了好几个好吃的海鲜。这种这后面能吃吗？这个我们那天在 UT 哈，就南部的海鲜排在那边吃，还挺好吃，脆脆的。像这个甜辣酱吃，哇，蟹球儿，这蟹球不是很大。泰国卖这蟹特别贵，上次我们吃那个瓦包的蟹就是这个蟹。沙捞越红树林吃的咸蛋黄炒蟹也是这个蟹。刚才老板来说，你们怎么把螺的尾巴给去掉了？这个才是精华部分 ，very good。但是桃叔，你吃还有什么感觉呢？该有点。我对面开始唱歌，好嗨啊！更好吃，更好吃，真的。海边蹦迪，他们竟然在唱 K。我觉得他这个青菜就是水里捞出来拿出来了，就没有料，完全没有料，直接吃原味嘛。又来了，
来了外国人，你就是外国人，没一天到晚讲没外国人。来了欧美人。皮皮虾，刚刚我们是拿4只皮皮虾嘛，然后他说必须要半斤才可以炒。这边吃太多皮皮虾了。嗯，但我觉得它这里皮皮虾不够大耶，皮皮虾，它是拿来炸的，然后再拿来炒，所以有点缩水了，刚才比这个大了1只。这可以吃啊？真的可以吃啊？看这个薄的部分已经炸的跟他们那边越南有个叫米子的好像啊。真的可以吃，我都吃掉。补钙。不小其实，因为它你看肉已经紧紧的粘着这里。炸出来有点类似于虾干那种感觉。这首歌也好熟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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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没有版权？挺好看，蛮好吃的，跟我们前几天吃的都不一样的味道。口味感觉完全不同。因为前几天他们都是拿油渣拿炒的。这大辉的全新版本。你吃它的钳子啊，那个钳子很脆，真的很香。这个鱿鱼有多大？桃叔，你试一试，你点的小卷，它是不是这种是叫鱿鱼？这已经不是小卷了，这是大卷了，还2只，我的天哪！这个吃下去，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他刚一直推荐我们用炒的，但是桃叔坚持要用清蒸的。因为我们以为是小卷嘛，就是上次那天晚上点的那个小卷里面有籽的，兄弟们爆个头！有籽，你看，真是好过啊这些。哇，里面那么多膏，发现他们这边吃鱿鱼是不去外面的那层膜的。我们吃鱿鱼会把外面的膜给拔掉，因为说那个膜胆固醇不过高嘛。鱿鱼边边，哇，好多蚊子！我会吃出甜的感觉。哇，好吃！这个边边就是它飞的那个翅膀边，这鱿鱼很新鲜，脆甜。我们以前在芽庄吃过龙虾嘛，真的很便宜。我吃螃蟹腿，桃叔吃螃蟹腿尖尖，很得意呀，有嘚儿里的小。我们前面那个1线海景的位置已经坐满了，坐了2家，但是我就是有个疑惑，你说他们会不会就是说本地人的价格跟国外人价格是不一样的？应该差不多，没有导航是真找不到。太隐蔽了，都在小路里面，来拐进来拐出去的。渔村体验怎么样？还可以，这一定要天气好才能来。还能表演。他们在聚会，在唱歌。这边就是有蚊子，还有蚂蚁，这个环境挺好的。我们这顿吃了135万越南盾，你觉得这价格如何？差不多吧。我还是觉得我们在南部的 UT Hut 那边更划算一些。我们今天晚上来吃顺化牛肉粉，在我身后的这家。越南河粉从北部到南部又演变了多个口味。我们今天来的这家既有顺化偏辣的牛肉粉，又有偏甜的西贡粿条。OK。Thank you。哇，你这个有点厉害哦。糖叔点的是牛骨的，好大一碗哦。然后我这个是 special 牛肉混合的柠檬。我好喜欢这个味道。你很喜欢这味道吗？我非常喜欢这种菜。我不想换很多，我想换一盘。不知道这是什么菜，今天第一次看到。有点像在吃胡椒，然后但是后劲是苦跟冲，折了满满的叶子。我刚拌了料，它的酱料是拿来沾肉吃的。喝口汤。有点满足。其实我会送你，请求你。你送我。太多了。它这个牛骨汤3大块，里面是有水的，这个牛骨肉炖的很烂哎，一撕就下来了。有点牛肉干的味道。应该是拿来卤过了。我这里面有牛肉，它还有牛蹄筋，沾点料吃。这个牛蹄筋非常有嚼劲，Q Q的，像果冻一样。他家牛肉炖的太好吃了，是这种粉。哇，巨重！我刚才想单手拿起来拍个照，结果我发现我单手拿不起来，怎么这么大？有技术的。太好吃了！如果住在中部的小伙伴，一定要来这家，好吃。
我这边有牛腱子肉，还有这种瘦的，然后还有一个牛蹄筋。那牛蹄筋太好吃。它里面要加这种黄辣椒，特别的好吃，很辣。哇，这看得出来。它这家店还有做牛骨髓汤，肉也很多，我吃到现在还有肉。你对这家是赞不绝口。这家跟那家河粉，我哪个第一名？那家石锅好吃，这家主要它牛肉特别好吃。就这家老奶奶很热情，帮我们坐下来，她跟我们讲说这个哪个好吃。最终我们吃了20万越南盾，吃的好爽，现在全身都汗，鼻子上也是汗，好辣，好酸，好爽。哦，他这卖这么贵，肯定很丰富的，是吧？要拍我？你12点跟我坐在一起。他这边服务员就只有一个人，没办法 order， 因为他要端菜。我已经 order 很久了，半天都没来。啊，我后面有射灯，你看，我后面是个 bar， 跟菜混合一下吃。哇，一大堆青菜，今天他又吃新的了。粉，我以为是炙烤肉，怎么变成汤了？不知道啊。这是我的炒饭，我觉得看就可以的炒饭。先试一下这个米饭好不好？哇，完胜隔壁那家，这个米饭才叫炒饭好吗？隔壁那家蟹肉炒饭，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40多块钱的蟹肉炒饭，那能叫炒饭吗？那叫隔夜饭。那这海鲜，还有鱿鱼，这是粉放在汤里面蘸，这是酸汤，鱼露汤。哦，这是什么苹果吗？这是萝卜之类的，这是酸汤。炒肉加一块。哎，你这肉的确是烤过的。这给我感觉很像春卷，就是越南的那种。但它烤肉挺好吃。好吃，好吃，那好吃，嗯。这家炒饭是 OK 的，很好吃。它那个炒来那个米还会焦焦的。对，没错，有锅巴。每次端上来这一盘蔬菜，我就感觉自己像在吃绿化带。来越南吃饭，一定要带湿纸巾，因为几乎每餐都要用到手，然后手撕叶子，要不然手抓饼。好吃，终于在北部吃到一家满意的餐厅，太不容易了。今天到这家吃，哎呀，还有泰迪，我觉得这里的店的价格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是有点大哦。OK，蘸菜吃。里面还有米纸，我看你里面包的是什么？猪肉碎、豆芽、香，还有虾。这什么菜？是生菜。生菜怎么会苦啊？不知道。这是像芥末啊？真的吗？哇，这么多。这菜真的像芥末啊！给我这一点。就是芥末是吧？薄荷叶，还放了芥末叶子。它的牛肉都是这种比较瘦的牛肉，然后河粉，汤是清的。那粉可以吃吗？没有，肯定没有中部那家好吃啊。因为没有大肠子。在北部以后，我觉得每天都很饿的样子。就当你吃过南部在地人的海鲜大排档以后，你对其他的游客区的海鲜大排档，你就会觉得，哎，这么贵。我们这一餐一共吃了28万，好多的牛。我们现在来吃酸辣小鱿鱼，里面满了，只能坐这里。我们今天到这个68来吃鱿鱼火锅，它是有中文菜单的。
这个鱿鱼火锅，它有 small size， 里面是含了鱿鱼、通菜跟河粉，然后你们再另外去点配菜。不想吃火锅的话，它前面也有一些菜，比如说这个红烧猪排骨这种砂锅的，也挺多人点的。他们这里的特色就是都是用陶锅来盛的。来吃这个鱿鱼火锅，一定要做它有空调的房间，因为它这个是炭火，好热啊。这个锅有配河粉、小蔬菜、鱿鱼在这。它这个汤里面有加各种的越南香料，鱿鱼先下去，等2分钟下通菜。还在动的鱿鱼。2 minutes，OK。2分钟以后，鱿鱼就可以吃了，通菜也可以吃了。看这个料吃。好烫！这个料是鱼露加辣椒，咸的。这个河粉呢是直接放在碗里，不用放到锅里去。这个粉拌点它这个汤，这个汤是甜的，酸倒是一点点，不是很酸，但是甜味跟蒜头味非常的重。要浸泡一下，好烫！我吃这个粉跟汤，居然吃出你昨天烤肉的味道。那个叫崩叉。所以它这种汤是一种固定的搭配特色了。但这汤很甜，有没蒜头？有加了很多碎蒜。这是另外一点的，我们点了个small的排骨，就真的很小哦，就是这个盘子放碗的盘子装的small，它是卤的耶，它是又甜又咸，要配饭吃，不然太咸了。哇，它这边也很多本地人来吃，太夸张了，都已经过12点了，已经开始外面排队了。这家店好热门哦。鱿鱼，桃叔又加了一碗粉，不够吃。这个部位是鱿鱼脑袋吗？为什么有种爆浆的感觉？但是我看其他桌，就是本地人的桌上，他们好像都没有点这个鱿鱼火锅，他们反而是点鱼的砂锅，一盅的，然后里面挺多配菜的那种。我问了桃叔，你今天觉得这餐如何？就7万太高了，因为不是经常看到别人发帖说来这家吃吗？你看这个烫，我们已经快吃完了，这一定要小心啊，这超烫的。但我觉得没有试过鱿鱼小火锅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毕竟挺有特色的。所以我们今天吃的一共是39万8千。和这个回阳东，消费就降了。对，一回阳东，这个物价立马下降，在北部这个价格都不敢想。桃叔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店，这个小店呢是在居民区里面，绕了好多弯弯绕绕的小路，怎么点？这家店没有游客，也完全不会英语，可以看食材来点餐。这个崩溃看去挺是非常老的老字号，好烫，传说中的真正发明。是吗？对啊，原主机，这个是粉，多少钱5万。这一碗5万块钱。对，很便宜。我们本来说在酒店门口吃的，结果骑个摩托车越开越远，现在跑到阳东镇这边吃饭了。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是新桥 seafood， seafood 的价格今天实价真的没有贴。为什么它是韩文啊？它们英文的没有啊？它这餐厅大特色就是看到海。free， 哦 ，OK，thank you。送了一个免费菜，不知道是什么。这就是海鲜锅，因为它是没有螃蟹的，酸汤吧，还有菠萝呢，酸甜汤、牛肉、鱿鱼、贝虾。他们有火锅的标配哈，就是蔬菜、海鲜和粉，好像所有的火锅都是这个3个搭配。鸡汁虾。就这样子，太晒了。他们的火锅都是甜辣口的，我们这个是菠萝锅，就是凤梨锅。它好像还可以选择百香果的锅。看这里锅里面凤梨。哎呀，那你那可能煮太老了。它的壳是已经剥掉的了。鱿鱼。海鲜锅配的米粉是熟的，直接用汤拌着吃，不用另外烫。口味没有那个好。没有鱿鱼那家好。鱿鱼那个好。比鱿鱼那家好，我就觉得差不多。打赏吃饭。
早上是大暴雨，现在是大太阳，冰火两重天。今天开始吃蛋炒饭，这蛋炒饭挺大一份的。我们为什么要跑到杨东镇来吃饭呢？是因为我们酒店附近炒饭是卖到60块人民币一份，北部40多块钱，已经很夸张了。结果到我们酒店附近要60块钱人民币一份。我觉得温岚 beach 那边偏度假类型，然后物价有点高。我们这一顿一共吃了40.7万越南盾。吃完榴莲，我们要去前面的这一家吃粉。这家粉店的评分也是很高的。又解锁新的越南传统小吃，我查了一下，其实是越南本土融合了柬埔寨金边的风味面食，有汤的，有干拌的，做法都很清爽，基本都是水煮的，但是配料多的不讲武德。店主推荐我们吃干拌的，搭配猪骨汤喝。猪骨，然后它有配这些青菜。越南吃粉啊、面啊都有配这么一大盘的菜，把它拿来拌吃。他们都是用手的，因为带洗手液是很重要的。好香，有点好香。哎，他们为什么清汤都是偏甜的耶？我刚吃完榴莲了，我现在打的嗝都是榴莲味的，是这种的面。这不是我们熟知的小麦粉制作的面条，而是米粉混合了鸡蛋的面条，搭配了虾仁、鹌鹑蛋、猪内脏，再用猪油、酱油拌着吃。它这个猪肝一点腥味都没有，我可以接受。我很怕吃有腥味的猪肝。不知道它的料是什么味道，料有点像我外婆做的那个笋干。但其实面条跟里面的肉都是偏清淡的，所以他说要蘸这种料吃。按广东人的口味来说，他就是能吃出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里面还有猪心啊，就是肉好吃，有嚼劲，很有韧性。这家是完全本地人的店，因为他们不会英语。应该不错哈。就比较有特色。它这边好多酱料啊，其实我都分不清哪些是哪些。好吃的，好吃的。它这碗的粉料太多了。里面还有西兰花，你那个是5万，我这7万加块骨头。这次来我起码了解了好几个粉，海鲜粉，然后这个干捞粉、越南河粉，还有上次那个配火锅都有那个米粉，直接舀汤里面拌着吃的。里面还有一些肉末，猪肉末。发现它这里面有这个东西是韭菜花吗？我已经吃了好多块这个护心肉。料确实有点多，吃一碗好饱。在中部这里吃东西，跟在北部旅游区吃东西，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这个现在排到第一。没有人能撼动我越南河粉的地位，但是我觉得这个比海鲜粉要好吃。Thank you， 拜拜。这2碗粉加汤才12万越南盾吗？对啊，这个物价超级感人。